女友楚雨一直对我说，她极度厌恶身体接触。恋爱7年，我们连牵手的次数都寥寥无几。我以为这是她作为医生天性如此，从不曾勉强她，却没想到我们订婚当天，我亲眼看到她将她的初恋压在墙角，吻得难舍难分。7年的陪伴，在这一刻都成了笑话。我取消了婚约，卖了钻戒，扔了他送我的围巾，签下了公司的外派申请书，一夜消失在他的面前。却没想到第2天我醒来后，却看到楚雨坐在床边盯着我，而那条被我扔掉的围巾被他牢牢捆在了我的手上，成为了禁锢我的绝佳工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和未婚妻楚雨的订婚宴，可我却躲在婚房外，冷眼看着他和他的初恋亲密缠绵。楚雨是医学界的外科天才，她长相极美，性格却又极冷。我不自量力追了她3年，周围人都劝我不要再痴心妄想。就在我告诉自己该认清现实时，楚雨答应了我的追求，但是她说她厌恶被人触碰，所以不许让我碰她。我选择尊重她。相恋7年，我们连情侣间最基础的拥抱都没有。7年的时间，我以为足够让我了解一个人，我以为楚雨答应与我在一起，就是真的接受了我。可我没想到，在我们订婚当天，他却和他的初恋在我们的婚房里吻得难舍难分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不是不能接受亲密触碰，只是厌恶我的靠近。7年的相伴，在这一刻都成了笑话。我看着自己残废的右腿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曾陪着楚雨下乡治病，走街串巷，风雨无阻。因为一场医患纠纷，我为了保护楚雨，被村里人打断了一条腿。可为了能让楚雨继续深造医术，我拖着断腿端过盘子，刷过碗。最忙的时候，一天能打4份工。因为没有在术后好好休养，右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一到阴雨天气就疼得站不起来。可我的右腿却换来了楚雨的功成名就，换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付出，尤其是在听到他答应我求婚时，他对着我笑得美丽夺目，感慨相信我，以后我会成为你的依靠。我当时被幸福冲昏了头脑，以为我们真的可以携手一生。可短短几天，他就给了我致命一击。我沉默离开了家，一直到第2天才回来。订婚当天，我消失了1夜，楚雨一个电话也没有给我打来。我打开门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我平静拉出自己的行李箱，将这些年来属于我的物品都收了起来。全部装起来后，竟然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行李箱。我给自己买了张3天后飞往老家的机票，这3天就当是留给我向认识的人道个别的时间了。我让朋友把我的钻戒挂在网上卖了，又从柜子里翻出崭新的婚书，这是为了订婚准备的。按手印的地方只有一个人的痕迹，心形的形状缺失了另一半。我晃了晃神，紧紧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来到水池旁点燃，火舌一点点地变大，蚕食着婚书，直到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我才把它丢进水里。吃，火光碰到水的一瞬间冒出一股烟，随后被浇灭。纸张也在水的浸泡下逐渐下沉到水池底部。我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休息。床上太脏了，我嫌恶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口传来了声响，是楚雨回来了，手上还挽着彭文良。见到我后，他的身子一僵，眉头微微蹙起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见我的目光始终盯在那个人的身上，他侧身挡了挡，
警告似的看着我。文良只是作为老同学和我叙叙旧，你不要多想。彭文良也上前一步，手臂虚虚地揽着他的腰身，眼中满是挑衅。谭凯呀，好久不见，我只是刚回国，偶遇了小雨，过来看看他现在生活的怎么样。见到你们感情还不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你们。不等我说话，楚雨自然而然地接过话茬：“不会，快进来坐吧。”进到屋里，彭文良看了眼我的右腿：“你这腿废了呀，真是可惜。”彭文良啧啧感叹着，说着可惜，眼底却满是嘲讽。明明腿刚断的那天，我是可以及时接受到治疗的。送到医院后，楚雨却说：“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受到惊吓，需要紧急医治。你只是被砸了一下，先等等，我让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先帮你看着。”没想到他口中有经验的医生还是个刚转正的实习生。等我从麻醉中醒来时，我已经被截肢了。医生说我小腿下半部分已经坏死，可我明明只是被砸伤了腿，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坏死？我对这个结果不满，精神崩溃，当场指出这个问题，想为自己讨一个说法。楚雨赶来后却皱起眉头，语气里有着不耐烦：“腿没了可以安假肢，又死不了，要闹出去闹，别在医院大吵大闹，吵到其他病人休息。”从回忆中回神，我看到楚雨眼中一闪而过的那抹愧疚，心里微微一动。当年令我寒心的不只有被截肢的痛苦，还有楚雨的态度。我无法再和他一起生活，开始逃避，开始想要离开他。不知是不是心怀愧疚，楚雨竟然找到了要离开的我，主动提出要陪我重新站起来。刚装上假肢的那段时间，我的腿部末端被磨得疼痛难忍，也是他一直鼓励我。那段日子虽然艰苦，却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楚雨开口制止了彭文良的话：“行了，先坐吧。谭凯，你也是，阿良的性子就是直来直去的，你别跟他计较什么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我计较？我一句话都没说，怎么就变成了我斤斤计较？”我坐在那里不答复，就只看着他。我买了3天后回家的机票，你不是一直都是坐的火车吗？这次为什么坐飞机？楚雨疑惑地看向我。前些年我回家过几次，为了省钱，我都是买硬座，折腾2天2夜才能到家。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人还是要多为自己想一下，免得最后什么都搭进去了，自己还是一无所有。楚雨的表情一瞬间有了变化。你什么意思？实在怪我了，就因为我昨天提早离开了订婚宴，我那时突然有急事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？我气急反笑，双手抱胸：我体谅你？谁来体谅我？你明知道我为了这场订婚宴准备了多久，爸妈为了这场订婚宴又期待了多久，可是结果呢？你让他们颜面扫地，连口水都没喝就回了老家。想到头发已经花白的爸妈被满堂宾客嘲讽后，上车前还苦撑着笑意安慰我，我心里就仿佛被一把利刃刺中。楚雨面色铁青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，最后憋出了句狠话：我都和你解释过了，我医院真的有急事，你如果还是无理取闹，那我们就分手。那就分手啊，以后我们互不干扰。我直接说道。楚雨没有意料到我会顺着他的话往下走，一阵错愕：你说什么？我说分手就分手啊。彭文良似乎是看不到现在不对劲的氛围，凑过来插了一脚。他搂过楚雨的肩，让他靠在他的怀里，却没发现楚雨那一瞬间的不自然。你这样就不对了，谭凯，你一个大男人，道个歉这件事就过去了，都是要订婚要结婚的人了，还这么斤斤计较，让外人看了该笑话的。
嘴上这么说，但是他眼中的得意已经藏不住了。他倒是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也是，他向来就是这种人。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这儿劝我的？我冷着脸说道。谭凯，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针对阿良做什么？楚雨立刻提升了音量。我冷笑，不过是说了一句，他就开始维护上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谭凯，你当真要和我分手？我故作疑惑地看向他，这难道不是你先提的吗？我只是满足你的要求，不好吗？楚雨一时语塞，他紧紧咬牙，好，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就分手。以后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嗤笑一声，后悔是万万不可能的。放心，我过几天就回家，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我的那枚求婚戒指我已经卖了，至于你的那一枚，随便你处理。其实我知道，那枚戒指早就不知道被他扔到哪个角落里面了。说完这话，楚雨的反应变了，他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，眼睛开始微微泛红。行了，楚大医生，没必要表演深情了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你当时答应我的求婚是为了气彭文良。在楚雨惊慌的目光下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他。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还要答应和我在一起？楚雨，你是不是觉得玩弄我很开心？楚雨嘴唇嗡动，我没有想要骗你。如果没有阿良，我也取不到如今的成就。当年如果不是他省吃俭用的为我交上了学费，还日日为我送早饭吃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没准我早就退学了。他对我那么好，我肯定不能说放下就放下。可我答应与你在一起，并不是一时兴起，我简直要被他气笑了。他为你交上的学费，送的早餐，他说的吗？一旁看戏的彭文良表情一变，就想打岔。这件事，那个人他妈的是我。老子当年害羞，就拜托我的好兄弟给你把早饭放到桌上，知道你交不起学费，就东凑西凑的让他替我交给你。结果呢？我最后得到自己信任的好兄弟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消息，我算什么？算小丑？楚雨的脸色一下变得苍白，他一转过头去，看到的便是彭文良心虚的慌张模样。他无措地想要解释，但是在此刻，一切的辩解都显得无力。他的表情已经狠狠地证实了我说的话。小雨，我不是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。楚雨像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真相，转身就跑了出去。彭文良瞪了我一眼，紧跟着也追了上去。我平静站在原地，看了一眼挂在衣架上的围巾，是当初楚雨亲手为我织的，现在却显得刺眼无比。我拿起它，扔进了垃圾桶里，拉着行李箱离开了家。戒指被卖掉，我的账户也多了些存款。拿着这笔钱，拖着残废的身体，我走过了大街小巷，见证了万家灯火。在这里的最后一晚，我住进了酒店。就在我收拾完毕，准备入睡时，门铃响了。看到楚雨的那一瞬间，我并不感觉意外，毕竟他救治过的人中不乏某些有权有势的人。可我没想到他会通红着眼，死死攥着那条我扔掉的围巾。看到我的开门后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无动于衷看着他。阿凯，我来找你。我冷笑一声，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彭文良已经离开了。他离开了，所以呢，关我什么事？楚雨似乎很不会处理这些事，或许在他心里，我还是对彭文良的事有芥蒂。楚雨紧抿着唇瓣，苍白着脸，半晌才开口：阿凯，回去吧。我冷嗤一声，你怎么认为他一走我就会回去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狗吗？我告诉你，楚雨，少管我。我感觉自己现在就像个炮仗一样，一点就炸，
凭什么你说要干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？7年了。我说，为什么7年的时间我都捂不热你的心？原来是早就心有所属。你说你招惹我干什么呀？看我被你耍得团团转，很有意思是不是？你说不喜欢人碰你，好，我不碰。那你和那彭文良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时候，你不嫌恶心了？订婚宴上一个电话抛下我，在我准备的婚房里颠龙倒凤的时候，不嫌恶心了？你不恶心，我还嫌恶心呢。我越说越激动，似乎是想把多年积攒下来的情绪一次性发泄出来。酒店的其他房间悄悄打开了一些缝，还有人探出头来，但是我不在意这些。说完之后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明亮了不少。楚雨呼吸一滞，一向清冷的眸子里此刻蓄满了泪水。他或许并没有想到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甚至是亲眼见证。行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可以选择把房子卖掉，把钱给我，也可以交房租住在那里。我谭凯从来不欠你的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关上了门。门缝中传来楚雨微弱的哭声，我勾了勾唇角，随后像疯了一样捧腹大笑，笑到最后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胡乱地用衣服抹了抹，见擦不完，索性就放任眼泪流淌，就当祭奠我这些年的付出吧。往后可别再重蹈覆辙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坐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。经过昨晚的仪式，我彻底放下了这段只有付出的感情。本想着事情就此结束，结果在机场又一次见到楚雨，他就蹲在必经之路上，一看到我就眼前一亮，站起来。不知是不是蹲的时间久了，他站起来后缓了一会儿，踉跄着朝我跑来。我后悔了。他抬头看着我，眼中盛满希冀。谭凯，能不能不走？或者你走了之后还会回来吗？或许会，也或许不会。楚雨的情绪低落下来，是因为我吗？你是不是嫌我脏？我不禁有些头疼。怎么，大清都亡了，还裹着小脚呢？我们只是分手了，因为我们不合适，过不下去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还得把你进猪笼陈塘啊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别再把小脑也裹上了。楚雨有那么一瞬间的茫然，随后又像是突然想清楚了一样。我明白了，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哦，看来还是没想清楚。我翻了翻眼皮，说了那么多，自己嘴巴都说累了。随便你吧，反正我要走了。这次楚雨没有拦住我的去路，而是让开一条道，目送着我离开。坐上飞机，穿过云层，看着窗外的美景，我感到从未有过心平气和。原来坐飞机是这种感受，没有拥挤的车厢，吵闹的人群，也没有混合着汗味脚臭味的空气。我像计划中的一样，回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家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寂静的房间内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回响。是出门了吗？自从腿断了之后，我就没再回家来过，也从未在他们面前说自己过得怎样，怕他们知道后担心。但是后来一想，他们不知道，反而会更担心。出门在外，给父母的回话大多都是报喜不报忧，父母辈的人也是这样过来的。我推开自己的房间，几年过去，这里还是一尘不染，想来是家里人经常收拾。放下行李，简单的整理了下自己。我挽着袖子，打算做好晚饭，等着父母回来。随着一道又一道的美食被送出厨房，家里也出现了一些淡淡的烟火气。门锁处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随后是一道惊喜的声音：哟，老头子，有田螺小子来咱家了。这哪是田螺小子，是咱儿子回来了。你不说，我还以为咱家大黄成精给咱做饭了呢。大黄是我家水池里养的一只乌龟。爸妈，吃饭了。
我端出最后一道菜，满脸无奈。这两人一唱一和的，还是和从前那样，一点没变，也是走动的动作，让他们看到了我小腿处空荡的裤管。母亲的声音发颤，似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好好的孩子断了一条腿。儿子，你的腿呢？我自然地回道，断了，就截肢换了个假腿。虽然已经习惯，但是我的鼻子还是不由得一酸，心里酸酸胀胀的，让人笑不出来。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告诉我们呢？父亲痛心疾首地拍着大腿，眼角湿润了。我故作轻松，嗨，没事儿，这下换个铁家伙，别人想打都打不断呢。快去洗手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我可是做了一下午，总得要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了，明明是想让氛围欢快起来，却没想到会弄巧成拙。我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听着他们的哭声，自己也难受。但我感觉父母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用来慢慢消化这一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哭声才逐渐弱了下去。我开始给他们夹菜，避重就轻地讲了讲这些年我出门在外碰上的趣事，也挑挑拣拣地说了一些麻烦事，听得两人的表情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的。我在心底也悄悄松了口气，这件事就先这样过去吧。回到家的这几天，我没急着出去，便在家里帮父母做些事，打下手。就这样，在家过了一段时间的轻松日子后，我开始着手准备找工作的事情，约好了几家面试，我就早早的养精蓄锐。却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在家里看到一个不应该会来的人。客厅内欢声笑语不断，楚雨把我的父母哄得都是乐呵呵的。自打我打开房门之后，他的视线就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我平静地给父母打了声招呼，把他视作空气。你这孩子，女朋友来了都不打声招呼吗？没事的，阿姨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喝了口保温杯里的水，润润嗓子。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母亲在沙发上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局面顿时就尴尬了起来。谭凯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楚雨站起身来，面带委屈。任谁看了这场面，估计都会认为是我欺负的他。母亲也有些犹豫了，她转头给我使眼色，希望我能说点什么。你说的好听，那我断了一条腿的事情，你怎么解释？当时身为我女朋友的你是怎么说来着？想起来了，你说的你是医生，还是人家是医生啊？你这种行为就是医闹。也是，我只是失去了一条腿，闹大的话，那位实习医生失去的可是他的工作呀。听到这里，母亲也沉下脸，她看到楚雨惊慌的模样，大概是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楚小姐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你走吧。阿姨，我也是不知情，我也没想到那个医生是走后门进来的，我也知道错了。谭凯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也是情况紧急才……别说了。我打断他还想继续说下去的话，嘲讽似的勾了勾嘴角。这时候说再多，你能把我的腿还回来吗？外科天才。楚雨的脸变得煞白，很显然他不能。那你在这儿说什么说？我是那么贱的人吗？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？真是，我们没希望，一丁点都没有。我捏紧了手指，比划着一丁点都没可能的样子。楚雨大受打击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，落在身体两边，饱满的下唇被牙齿咬到微微泛白。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呢？我一个废人，什么都给不了你，还来找我干什么呀？谭凯，你别这样说。楚雨的声音带上哭腔，眼睛也蒙上一层水雾。这些天被父母搞怕了，看不得人流眼泪，哀行了行了。你走吧，哭丧呢在这儿，我还要出门，没空跟你掰扯，弄得我都要应激了。我拿起外套就要走，
嘴里咕哝着。我大步往外出，身后脚步声逐渐变得急促。楚雨一路小跑地跟上我，拦在我的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你走之后，我找了你好久。他哽咽着，颤抖的手从衣领处掏出一串项链，项链穿起一枚戒指，赫然就是我卖掉的那枚。你看，我把它找回来了。楚雨接下项链就要递到我面前，被我拒绝了。不用了。是因为婚书吗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找到原来那张，所以我又去重新找人订了一张。我拿给你看。楚雨手忙脚乱地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翻找着。不必了，不需要。我强硬拒绝着，他却像没听到一样，翻出一张卷起来的婚书，递到我面前展开。按手印的地方已经有了一抹红，是楚雨按上去的。孤零零的半颗心像前一张的一样，或许他的命运也终将会是被扔掉或者束之高阁。没有用处的婚书也会没有它存在的意义。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切，毅然决然地拒绝了。给我看他做什么？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？楚雨眼中的光亮熄灭，举起的手也渐渐垂落下去。我以为这样就能把你挽回，看来还是不行啊。我记得之前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，看来你已经忘了。那我就最后再重申一遍。在楚雨颤抖的目光中，我指着自己的方向，又转到他身上。我谭凯，跟你楚雨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哦。或许算是房东和租客，就这条腿，你也赔不起我，就别这么不要脸的跟过来了。也不用觉得我和你之间没可能是因为嫌弃你，谁一生不遇上几个错的人啊？就像你碰到彭文良，我遇到了你。如果你对我还有愧疚的话，就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，行吗？说完这些，我定定地看向楚雨的眼睛，眼睛在一定程度上能和面部表情一起反映人的情绪。比如现在，他的眼中一闪而过的一丝倔强和不易察觉病态的疯狂。他把头低了下去，任谁也看不到他的神情。楚雨闷声应答：我知道了，这段时间打扰到你了，我很抱歉。房子的钱我会给你的，不住了也会帮你找好下一个接手的人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你想清楚了就好。从这天起，楚雨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不久之后，我在社会新闻上得到他的消息，他利用职位的便利，把之前那个走后门的实习医生的腿搞断了，又给彭文良下药，把他引到了动物园。等第二天被人发现的时候，彭文良的下半身已经面目全非了，一条小腿也保不住废了。那条腿和我断掉的位置一样。然而楚雨就在做完这两件事后自首了，或许是早就有了这种打算，又或许是知道自己躲不了多久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去见他最后一面。他不再是忧愁的样子，反而一脸喜悦。见到我后，惊喜的样子挡都挡不住。阿凯，你来看我了。我沉默不语，自己实在是想不清他的用意。楚雨痴痴地看着我，眼神放肆地在我身上流连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事情。他严肃了一下：我发给你了一封邮件，想了想时间，应该也发到你的邮箱里了。卖房子的钱也会同一时间转到你的账户上面。我做错了事，回不去了，但是我不后悔。楚雨又痴痴地笑了起来，伸手想抚上我的脸，却碰到了冰冷的玻璃窗。那个人弄坏了你的腿，我让他双倍返还，让他赔罪。彭文良说了你，我就让他也尝尝你受到的痛苦。他没说下药的事情，但是我大概也明白了。那你呢？我耽误你那么长时间，害得你变成这样，所以就把自己送进来了。楚雨笑眯眯的表情，轻描淡写地说出来，仿佛这一切他都不在意。探视时间要到了，
抓紧时间。一旁的负责人员在催了。楚雨贪婪地一寸寸地看着我，似乎是想把我的样貌刻进他的心里。谭凯，从今往后，你的人生会更加洒脱自在。我挑挑眉头，那当然，借你吉言。回到家后，我翻看了那封邮件，里面交代了他的心路历程，还有对我的愧疚和后悔。他说，如果世界上真的会有平行世界的话，希望那个世界的我可以好好的珍惜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